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0年的2月20号，星期六啊。咱们今天来讲讲大新闻，出大事了。面具人今天的节目标题提到了我的老对手陈秋实了，对吧？当年陈秋实这一个公民记者搞的是沸沸扬扬的，是不是？那今天这年还没过完呢，现在呢又出来了一个不亚于当年的公民记者的事件，而且呢还牵扯到了国仇家恨呀。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面具人要讲的东西可精彩了，内容的信息量比较大啊。先来看今天的标题：因言获罪，当代陈秋实蜡笔小球讲出中印战争的真相，被抓。习近平释放脑控武器，郭文贵成立军队。从喜国来看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距。咱们今天啊，一个事儿一个事儿的来讲。郭文贵成立军队，还有习近平搞脑控武器的事儿，咱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再讲，因为这个内容的广度很大，需要详细讲。好了，咱们先来说这个叫做蜡笔小球的网红的事情，他被捕了，抓捕的罪名是寻衅滋事、诋毁英烈。观众朋友们，咱们先不做评判谁对谁错啊，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呢，你们听一听这个来龙去脉，你们就可以仔细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要思考一下中国现在的法治和言论自由环境，对吧？咱们先不做评判，好了，先来了解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看图。2021年2月19日，公安机关接群众举报，网民蜡笔小秋在新浪微博发布恶意歪曲事实真相，诋毁贬损5名为国戍边英雄官兵的违法言论，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南京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展开调查。于2月19日晚间发布违法言论的仇某某，男，38岁，南京人，网名蜡笔小球，已被抓获。经审查，仇某某对博取网民关注，在微博上歪曲事实，诋毁贬损5名为国戍边的英雄官兵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南京警方已对仇某某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英雄烈士不容亵渎，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对于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希望广大网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南京市公安局2021年2月20日，刑事拘留呀。那这个事情闹得还挺严重的，搞不好还要对这个蜡笔小球进行判刑呢。这个具体还要看后续蜡笔小球自己的人脉以及事情的影响，然后呢，还要看党这边是怎么想的。官方这边呢，光是大肆渲染这个蜡笔小球，污蔑英烈，可是呢，他几乎不报道蜡笔小球到底是因为说了什么而导致被抓，导致他被判寻衅滋事，危害国家烈士呢？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啊。这个事儿呢，要追溯到去年6月了。当时中印边境冲突导致了一起双方伤亡的事件。解放军报发表的文章首次披露了中国军人在加勒万河谷冲突中伤亡的情况。报道称，团长齐发宝身先士卒，身负重伤；营长陈红军、战士陈祥荣突入重围营救，奋力反击，英勇牺牲；战士肖思远突围后却义无反顾地返回营救战友，战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战士王超然在渡河前去支援的途中，拼力救助被冲散的战友脱险，自己却淹没在了冰河之中。4人牺牲，其中1人为营长，另外有1名团长身负重伤，让我们铭记英雄。中央军委授予齐发宝为国戍边英雄团长的荣誉称号，追授陈红军为国戍边英雄的荣誉称号，给陈祥荣、肖思远、王超然追记1等功。这个解放军牺牲的事儿是蜡笔小球被抓的事件的导火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和印度冲突，然后呢4个小兵牺牲，1个团长重伤，对吧？总结来说就是这样。然后呢，这个事情从发生到今天已经是过去了8个月了，时间很久了。伤亡人数的话，印度方面当时没过多久就公布了，印度说死伤10几个，
中国这边呢，为了淡化冲突，中国公布的数字是印度只死伤了3个人。可是呢，中国他自己却过了这么久才公布了当时冲突的伤亡情况。你就算是核查核查了8个月呀，这个效率也太低了吧。这个事儿啊，咱们不过多的批判，咱们节目主要是为了说一说蜡笔小球为什么被抓，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官方仅仅是通告要抓蜡笔小球，因为他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但是究竟说了什么，官方并没有很积极的公布。面具人我也是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找到了导致这个蜡笔小球被抓的言论，大家来仔细听听他的言论，仔细的品一品这蜡笔小球都说了些什么才导致他被抓的。我们大伙儿来评评理嘛。你来看这张图，最大的官团长活下来了，看来这个团长的个性是飞将加脱兔加神机加血路加强运，在此基础上，外军溃不成军，抱头逃窜，反正我们赢了。听完了吧？大家记住啊，他讲的话中间有个细节，官方说蜡笔小球是诋毁英烈，诋毁烈士，对不对？好，我们先思考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烈士？烈士指的是已经牺牲了的，已经挂了的，没有活在人间的才算是烈士，对吧？蜡笔小球他这个话描述的是团长呀，这个团长还活着呢，并且呢，蜡笔小球用的一些术语都是网络的游戏技能，什么血路呀、强运呀。他说这个话，他这个程度顶多就是调侃，算不上污蔑的。川普还说美国大兵都是 loser 呢，对不对？西方的这种网络调侃的话术太多了，这算是言论自由的范畴，并不算污蔑啊。而且呢，人家蜡笔小球描述的是活人，并没有攻击死人。其实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这个言论并不是导致蜡笔小球被抓的主要原因。蜡笔小球被抓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接下来的这段话，你们看图，能这么写就不错了。你仔细品，牺牲的这4位都是因为营救而立功，连去救人的人都牺牲了，那肯定有没救出来的呀。说明阵亡的不仅仅只有4人，这也是印度敢于第一时间公布阵亡人数和名单的原因。在印度来看，他们赢了，而且呢，代价更小。这蜡笔小球的意思就是质疑中国这边公布的伤亡人数不准确，有隐瞒的嫌疑。因为团长加上4个小兵，一共5个人去救人，证明有危险的解放军不止5个，去救人的人再加上被救的人，肯定是不止5个人的啦。然后呢，就是人没有救出来，小兵还挂了4个，团长据说是受伤。可是呢，如此凶险的情况下，挂了4个人，团长作为官阶最高的人，还能全身而退，理所应当的活了下来，不出意外。然后呢，印度那边具体是什么情况，这些事情呢，官方有责任应该给老百姓说清楚，毕竟嘛，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对不对？蜡笔小球的这番话才是刺激中共对他动手的直接原因。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对吧？官方说的话那就是不容置疑的。前段时间呢，官方还禁止网红博主讨论政治和历史问题，历史和政治只能由党说了算，其他人说的都是扯淡，犯法的。并且呢，蜡笔小球讲的也很有逻辑嘛。中共说正面对决，印度伤亡3个，咱们中国没有伤亡，等于说中国赢了。然后呢，中国这边感觉不对劲了，理亏了，又补充说了，咱们中国的5人小队被印度埋伏了，才伤亡了4个。看3个对4个，双方死伤差不多，中共吃亏，多亏了1个人头，那面子里子都有了，这个比例确实不错。但是呢，蜡笔小球质疑伤亡人数不止4个人啊，这个伤亡人数很可能多于4个人，这就伤了中共的面子了。
好，这个事情咱们暂时先停一下，咱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蜡笔小球吧。蜡笔小球本名筹子明，这个姓氏挺少见的呀。他是1982年生的，今年呢也就是才39岁，比较年轻。之前呢是经济观察报的记者，因为在2010年5月上旬报道了凯恩股份实际控制人王白浪在凯恩集团改制的过程中，涉嫌侵吞国资、侵占国有土地，将上市公司资产洗钱至个人腰包而成名。在当年呢，筹子明也只有28岁呀，也算是比较年轻有为的了。而且呢，这个人是草根，没有任何的红色背景。2010年6月7日，他就开始连续发表标题名为《凯恩股份改制偷天换日谜团待解》、凯恩股份在调查隐瞒的关联交易等多篇文章，矛头直指浙江省名为凯恩集团的上市公司。他的写作呢，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筹子明成名于胡锦涛时期，折戟于习近平时期。筹子明这个人呢，也并不是什么贵族子弟，就是普通的草根儿。但是呢，大家仔细观察啊，这个筹子明到了习近平时期，也就没什么上升空间了。那说到这里啊，面具人想提两嘴。昨天面具人我的朋友阿猫在节目中说到了习近平上台以后，把江湖时期的腐败之风整肃了很多，共产党的腐败现象现在改善了很多，这是阿猫的观点。他说习近平把共产党的腐败现象整理了至少50%，但是呢，面具人我却不是这么认为的。恰恰的，习近平时期的腐败力度变大了，特权力度变大了。习近平把中国的政治生态结构进行了大改变，把中国的政治生态从官僚制度变为代理人制度。中国的官员现在确实是权力没有以前大了，但是呢，中国的老百姓的权力也变得更小了。所以呢，相对于之前来说，官员对平民他们的权力比例几乎没有变。但是呢，大家想一个问题啊，官员的权力变小了，老百姓的权力也变小了，那根据能量守恒的定律来看，力是不会凭空消失的。那谁的权力变大了呢？大家仔细观察啊，习近平上台了以后，红二代、红三代才敢公然的浮出水面，把中国能赚钱又好干的行业明目张胆的垄断，对吧？红色贵族是独立于官僚阶级之外的顶层存在，他们是最顶层的天龙人，他们才是人。官员和平民都只是奴隶而已。实际上呢，现在的官员已经成为了红色贵族的代理人了，帮红色贵族看家护院的走狗了。红色贵族的胃口更大了，更贪了，把官僚阶层的那一份也要拿走。所以呢，给你们的幻觉是官员的权力变小了，反腐的力度变大了。可是呢，官员受了压力以后，压力就会转嫁给底层，那底层呢，反而会把压力转化为劳动力，这样呢，红色贵族又能压榨出更多的油水。所以呢，红色贵族何乐而不为呢？他们也明白，给官员施加压力，官员不会怎么样，官员会把压力给底层，这样呢，还能刺激劳动力，还能刺激就业，还能刺激生产力，对不对？因为老百姓没钱了，老百姓压力大了，他会拼命的找工作，拼命的干活，然后呢，中国的整体经济、整体的制造业制造效率又被拉上去了。这是不是很聪明的做法呢？一桃杀三士，看起来是反腐，只不过呢，就是更加的集权，更加的特权而已。包括现在的数字货币剥夺地方的财务权，等于说中国以后只有红色贵族是人，其他的人都是牲口，连自己的钱和资产都不能拥有，只能拥有数字。你们仔细看看中国现在的文化圈、电视节目，什么乘风破浪的姐姐、跑男、武林大会，这些节目都是和平民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些节目的目的就是让你们看这些达官显贵、红三代、红色子女在电视节目上面吃喝玩乐，让你们崇拜，赚你们的钱，就是让你们崇拜他，看看，哎呀，红色贵族多爽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你认命，懂了没？
包括习近平现在要复兴什么传统文化、孔教文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套玩意儿，无外乎就是君臣父子意识形态捆绑嘛。面具人我在节目中多次提到过，中国的这个家庭互相捆绑才是导致很多人无法进步的罪魁祸首。那这个事情我以后单独开节目再讲啊，范围太大了啊。咱们继续讲这个仇子明被抓的事儿啊。其实呢，就是抓典型了。仇子明的其他言论看不到，你能找到的有争议的只言片语，其实争议也不是那么大啊。拿一张蜡笔小球质疑团长活下来了，伤亡人数不止这么多人，对吧？就把他定罪为污蔑死者、污蔑英烈，对不对啊？而且人家质疑说，你为什么这么久才公布伤亡人数？挺合理的嘛，对不对？仇子明其他说过的言论全部都被删了啊，并且呢，蜡笔小球就是仇子明他所在的单位都与其切割，各大官媒媒体纷纷站出来对仇子明这个人进行批斗，说他突破了道德底线，无视法律的行为必须要予以严厉谴责，必须要严惩。那仔细一看，蜡笔小球他说的是团长嘛？可团长是活着的，不算烈士嘛？他也没有侮辱烈士，对不对？这些事情都是很正常的。可是呢，在中国就变成了，这分明就是公开挑战国家的权威，与道德与法律都不能容忍的。所以呢，国家给你定一个侮辱烈士罪，并且呢，这个法律都出台了。算是刑法，面具人没给你们危言耸听，质疑国家就是重罪，随便给你扣个什么帽子，就可以立个什么刑法，把你定罪，把你判刑。这个公然侮辱烈士的罪名已经有刑法了，公然侮辱烈士的判刑依据，根据刑法第246条，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那这个或者其他方法涵盖的范围就很广了，以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情节严重的，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罪名不轻吧？而且呢，这上面说到了是诽谤他人，并没有说是活人还是死人啊。也就是说，共产党把这个侮辱烈士的范围扩大了，死活都得有啊。也就是说，你们这些当兵的以后小心了，你活着也有可能成为烈士啊！当然了，活着肯定会成为烈士嘛，你上战场你就是当炮灰去的嘛，对不对？面具人我觉得侮辱这些烈士呀，侮辱这些共产党的帮凶啊，侮辱这些共产党的走狗没有什么问题啊，对不对？我已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你们讲清楚了，你们仔细品一品啊。这些所谓的烈士拿着那点狗粮，帮共产党镇压老百姓，帮共产党夺取利益。可是呢，共产党把他们当人看了吗？共产党把你们的子民当人看了吗？共产党把老百姓当人看了吗？没有，对不对？共产党对每个人都进行着压榨盘剥。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癌症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中国是现在全世界劳动效率、劳动压力最高的国家，对不对？中国是现在全世界贪官最多的国家啊！你改善了吗？就这你还要保家卫国呢？你保的是谁的家？你保的是谁的国？红色贵族的家，红色贵族的国，对不对啊？在中国你不能质疑党，你质疑党你就是重罪啊！你看直接给你按刑法来治罪。其实面具人我觉得蜡笔小球质疑一下怎么了？不能质疑吗？当然不能了。你在中国的家庭里面，你见过儿子能质疑老子不？以家庭为单位都是这样，更何况千万家庭组成的国家呢？党是你的母亲，国是你的祖国呀，你当然不能质疑了，对不对？活在没有质疑的世界里面，本身就是一种笑话。中国人前段时间还对着一个网络卡通图片感动的死去活来，叫做抹茶是吧？再到今天连自己国家的士兵伤亡人数的逻辑都搞不清楚，
咱们再看看数字货币这个玩意儿，居然没有几个人能想明白这东西到底有多么的恐怖。这个国家的人已经没有什么逻辑了。其实反共的人也是一样的脑残，嘴上说着反共。观众朋友们，你们打开油管，打开推特，打开 Facebook， 你们去看一看啊，这些所谓的民运反共人士，他们是反共的言论多，还是反美的言论多？他们是探讨中国的情况多，还是探讨美国的情况多？其实呀，他们已经不怎么反中国共产党了，他们现在是天天在反美国民主党了。充其量就是说到美国民主党的时候，捎带着说一说中国共产党，说美国的民主党就是中国的共产党嘛。面具人我就在想了啊，人家美国咋样？你个鸡巴人，你连英语都不会说的东西，人家美国的政治你能看懂吗？你连个投票权都没有的人，你就去干涉人家的选举，是不是有点不合礼节呢？美国和中国离了有108000里远，你连中国共产党都咋样不了，你自己的事儿都管不好，还要去煽动美国分裂，煽动美国内战。观众朋友们，面具人我想问你们啊，美国现在是不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压制中共的民主国家？那美国要是内战了，解体了，民主阵营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足以压制中共，是不是？那这些民主大师还在那儿挑动美国内斗、美国内战、美国分裂、激化矛盾呢。有句话是怎么说的？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劝和不劝分，这道理都不懂吗？你们这帮脑残还反共呢？你看这些所谓的反共频道，他们现在还在反共吗？对不对？你们还继续看，你们还信他们是在反共，那你就是傻逼，完完全全就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脑残想法。你比那些墙内的五毛小粉红还要脑残。这些民主大师，他们已经很明显的是把海外的反共人士，并且呢把墙内的反共人士全部给统一起来了，天天在反美了，天天在煽动美国内战了，天天骂美国了，已经把这股力量扭转了。你们仔细观察现在的网络言论啊，就是反共圈的，什么 Line 群呀、Telegram 群呀、Facebook 群呀，不管是论坛还是聊天，都在骂美国呢，说美国完蛋了，美国要内战了，美国冰天雪地了，美国电源断了，美国的科技是假的，美国的选举是假的，美国的政府是假的，美国已经被蜥蜴人控制了。我就在寻思啊，这美国就算不死，也要让你们这群傻逼给说死了啊！因为美国是言论自由国家，它不能限制你们这些人造谣，懂不懂？不像中共，直接你造谣就像那个蜡笔小球一样，把你抓进监狱就完事儿了。美国不行呀，美国有言论自由呀，你造谣，他拿你没办法的。于是呢，你看，不管是反共的还是挺共的，大家都在充分的利用美国的言论自由，在造谣美国。你觉得这个合乎逻辑吗？这些所谓的反共人士，他们现在天天报道美国的负面新闻，每天在攻击美国的政治，他们是在反共吗？这么明显的伎俩，你们都看不出来，还要跟着他们信他们是反共的，你看不出来，你没这脑子，那你以后也不要再混社会了，因为呢，你混社会也是被别人当傻逼骗，懂了没？这就是面具人我常说的，中国人不知道真相，自己没有核查能力，然后呢就被这些骗术虚假的东西把你忽悠了以后，瞎感动一大通，这就是脑残哦。印度那边伤亡了几个人，你看见了？还是说你做过逻辑模型推演过啊？美国这个是不是蜥蜴人统治的？你看到过蜥蜴人吗？你见过吗？你就说美国的政府现在被蜥蜴人统治了啊？你看到过这个
美国从飞机上撒毒药给人吗？你就说什么阴谋政府在给所有的人撒毒药啊？你看到过这个地球是平的吗？你就说地球是平的，你就说全球变暖是假的啊，你就说这个环境污染不存在啊，保护环境绿色能源没有用。那你要说环境污染不存在，你看中国搞工业搞工厂搞的环境污染多么严重，本来东亚一直到东南亚是人类最适合生存的地方，可是呢，你看中国现在环境污染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啊？中国是全世界癌症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你说中国没有环境污染啊？你还说全球变暖，这个气候污染都是假的，都是阴谋政府的骗局。那哪天让你妈得个癌症，让你爸死了，让你爸中毒了，我看你还说这个环境污染是不是假的？你要说环境污染是假的，那我也可以说毒奶粉是假的，地沟油是假的，你咋不去吃呢？啊，真的，面具人我就觉得啊，这帮脑残啊，听风就是雨，别人说啥就是啥，然后呢，没有一点逻辑。为啥别人说啥你就听呢？啊，别人说啥你就感动的乱七八糟的呢？为啥？因为人家比你强，你就是个 loser 失败者。共产党比你强，所以说共产党说啥就是啥，共产党说伤亡了几个人就是伤亡了几个人啊！这些民主大师人在国外混的也比你好，也比你强，所以呢，人家说有蜥蜴人，有阴谋政府，你也就得听，懂不懂？那中国人是听不进去比他弱的人说的话的，即便是有道理啊。所以说呢，中国人要么就是蠢，要么就是野兽逻辑，只认拳头的大小。再深入一点的逻辑，他就无法进行思考了。你说野兽怎么思考呢？野兽只有本能，对不对？中国人也是只有本能，针对一件事情只能想出黑白两种可能性，就相当于色盲，看不到彩色的世界是啥样子的，认知有问题。就像面具人，我前2天节目讲的，很多人咨询面具人，他都是什么心态啊？他想出国，又不想花钱，想转移资产，又怕资产会折损，担风险，就这样不舍得一点点的代价，甚至呢，连转移资产中间的汇率损失，他都不愿意承受。那你说你还转移个屁资产呢？你换外汇，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汇率的呀，对不对？汇率有涨也有跌，你怎么可能不承担这个风险呢？对不对？你要是这样想啊，啥事儿都别人帮你把屁股擦干净，别人帮你兜底儿，难怪你被共产党吃得死死的。共产党就给你们画饼呀，说来跟着我混，打土豪分田地，跟着我混，搞共产主义，以后人人平等。但是呢，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前，我们都要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抛头颅洒热血，对不对？这就是代价。可是呢，这些普通的中国人，他的逻辑有个问题啊，就是他们认为他们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能获得最好的东西的这种思想是对的。不花钱办大事儿，或者是花小钱办大事儿，甚至呢能在过程中赚一点儿。那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人家卖房出国的，花几千万出国的人，他们的思路就是错的。那么悖论就来了，如果说那些花大价钱卖房出国的，花几千万出国的人，他们的思路是错的，那么为什么今天在国外的是他们这些花了大代价的人，而不是这些目前还在墙内一毛不拔的追求保底的墙内人呢？那如果说墙内人他们的这种只花小钱就能得到最好的东西的思路是对的，那么为什么墙内的他们时至今日还没有能够出国呢？如果说墙内的人认为自己很聪明，自己很厉害，为什么自己赚了那么多的钱，辛辛苦苦的买的房子就要变成了数字货币的泡影了呢？他们却无能为力了呢？对不对？为什么？这些东西都是悖论呀。有些人呢，甚至还在幻想呢，
口口声声的说，哦，中国是法治国家。那中国既然是法治国家，为何连这个蜡笔小球的合理的质疑都要被治罪呢？显然是中国的这个社会容不下讲真话的人，甚至呀，中国的这个社会容不下聪明人。聪明人会被淘汰掉，留在墙内的要么就是做着反共的梦，顺便呢帮共产党反美，要么就是爱国嘛，纯粹的挺共产党。其实呢，这两个路径没啥两样的，没啥区别，都是为了共产党好。这就是非常成功的脑控案例。中国人现在难呀，在墙内被共产党监控的死死的，在墙外呢还有墙外墙，把这些所谓的反共人啊变得比战狼五毛小粉红还要极端，动不动就是杀光支那人，动不动就是杀光民主党。你说这种思想极端不？啊，民主、自由、人权必须要跟杀人挂钩吗？中国人自己也不争气，都被逼成这个样子了，还依然深爱着党。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就是这么爱他，还在打着自己的那种自私自利的小算盘，还认为自己可以耍小聪明捞油水。殊不知呢，真正的聪明人早就跑到国外了，不计一切代价的都要跑到国外。就像面具人我说的，中国人但凡是有点骨气，敢罢工敢挤兑，中国共产党都不至于如此猖狂的压榨百姓。中国人要是动不动就跑路，共产党早就没人了，早就没有劳动力了，早就崩溃了。而事实上呢，中国人一直奴性奴到现在，他也不愿意转变立场。你把他亲妈给弄了，他也不愿意转变立场，他还是爱党。你如果连立场的转变你都做不到，那你就别谈什么民主自由了。转变立场在人家民主社会太正常了，政党轮替、选民摇摆、选民倒戈，这是很普遍的不能再普遍的现象了。如果说人人都像中国人一样忠君护主，一日为臣终身为臣，除非拳头大刀架在脖子上才能逼他们转向，逼他们转换阵营，那你就不能怪别人奴役你了。所以面具人我有时候就在想啊，你中国人抱着这种思想，你这不是逼着人家奴役你吗？把你奴役了以后，你就一直忠君护主嘛，对不对？这种人又听话，工作效率又高，又不反抗，饭量还小，那为啥不奴役他们呢？中国人喜欢，外国人也喜欢呀，共产党更喜欢呀，对不对？像蜡笔小球的这种质疑谎言、揭发真相的做法，应该是很多中国公知名人要学习的。可是呢，这些公知名人呢，他们不，因为说真话在中国很难赚到钱，对不对？你质疑中国共产党会让中共受到冲击，这一次中共被蜡笔小球质疑了以后，中共他也改说法了，中共不敢说自己死的人少了，他又发新闻说其实印度他的死伤至少是20多个人，我死伤的虽然现在数字有待鉴定，但是呢印度死的也不少。看这个话又变了，不说印度只死了3个人了，他也不说自己好像只死了4个人了，对不对？老百姓都是没脑子的，想把他忽悠住，说什么都行。刚好呢，中国人又没什么逻辑性，又不喜欢动脑子，又不喜欢自己去建立逻辑模型去推演，对不对？无论是墙外的还是墙内的，大家都是听风就是雨只要自己的主子、自己的那个信仰的人给你说个啥，你就屎吃下去都是香的。所以说呢，这些尤其是公知呀、老师呀、大师呀，这些人，不管你是在国内还是在墙外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有钱的人是最不应该怕政党的。你看美国的华尔街金融大鳄资本家把拜登、川普都骂成啥样了，可是呢，你看中国的那些公知舔狗，
除了跪舔就是跪舔，舔屁眼儿，把舌头都能捅到大肠里面。面具人，我对公知这个圈很熟，这些公知跪舔党还不是因为他怕共产党，很多人跪舔共产党，他们跪舔的时候还都没尝过共产铁拳的威力呢，他们就是为了纯粹的舔，因为他们贪婪，因为他们的心态和底层的屁民是一样的，都是想多弄点钱，更多的钱会激发更多的贪欲，因为他们舔，他们就能赚钱，赚了钱了以后，他们就更舔。这些人永远都不会想着是维护别人的权利的，他们只想要自己的特权。我能舔，但是你不能舔，懂了没？国内国外的公知都是一样的，别说给他们钱让他们讲假话，给他们钱让他们把亲妈都能卖，知道不？这些公知但凡是能说一点点真话啊，都可以开化很多中国人了。中国人也不至于现在有这么多的脑残弱智。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中国人的思想状态是啥啊？不光他得有钱，他有钱还不行，他有钱别人还不能有钱，并且呢，他能要在这些没钱的人身上显示出他有钱，显示出他的优越感。中国人的权利就是建立在别人的没权利上，并且呢，不光是钱物质上面贪，就是精神层面上他也贪，好大喜功，假大空，动不动呢就是整个民族伟大复兴了，反共的呢就是高喊消灭共产党了，消灭支那畜生了。而事实上呢，这些人啊，他们都有着宏大的理想，都有着宏图霸业，可是呢，他们却是那种走在大街上看到要饭的1块钱2块钱都舍不得给要饭的那种人。然后呢，这种人还会阻止别人行善，告诉别人要施舍1、2块钱的善人说你别给他钱，这要饭的就是骗子。不仅如此，这种人还会告诉自己的孩子，要饭的可怜人并不可怜，他们都是骗子，不要给他们钱。面具人，我屡次看到这种极恶的现象啊，这种无耻极恶的行为就在中国这种社会互相传染。咱们就想嘛，你给别人1块钱2块钱咋了嘛？且不论人家是不是骗子啊，就算是骗子，骗你1块钱2块钱，你能死吗？咋了嘛？万一哪天你落难了，你需要1、2块钱帮助的时候，别人说你是骗子，你会觉得怎么样呢？对不对？咱们再来看看人家老外，挪威人、瑞典人、美国人、澳洲人、台湾人，都好骗得很。你在大街上要饭，你就能要到钱，你就能要到很多钱。你别说是在大街上要饭了，你就是在台湾的大街上啊，专门有台湾人做过节目，对比大陆人和台湾人，找台湾人和大陆人随机在路上啊借100块钱，100人民币相当于台币差不多400、500块钱，找大陆人和台湾人共计统计10个人啊，分别都找10个人，10个人里面台湾人里面有4个人给钱了，大陆人里面10个人里面1个都没有。厉害不？可是呢，人家这些民主国家并没有说是因为要饭容易要到钱，就出现了满大街的人去要饭的现象。实际上呢，中国社会，中国的要饭的人是全世界最多的。你越是戕害穷人，穷人反而越多。别整什么那些拯救天下苍生了，什么反共灭共了，什么消灭台湾人了，什么消灭支那人了。你真的是想要反共的话，你的第一步就是走出集体意识，自己从自身做起，先做到多做善事儿，多帮人，自己先别跪舔，问心无愧了就好了，对不对？你也别说那些什么歪门邪论，你所谓的什么你给要饭的钱了以后就会导致要饭的变多的这种现象，全世界都没有，懂了没？反而是越做慈善的国家，越宽容的国家，越民主。自己多做善事儿就是等于反共了。
问心无愧，等到你自己晚年的时候，回想起来，你为反共做出过什么贡献？那这个问题问面具人我的话，我就可以自豪地说，我至少影响了几十万人，甚至是几百万人。我亲手帮过的人，哪怕只有3、5个、10几个，我也比那些所谓的民主大师天天愚民骗人做走狗赚黑心钱犯下屡屡的罪行要好得多。到头来呢，这些民主大师全部都是虚伪的作恶，除了害人就是害人，一个人都没帮过。而我呢，我至少让他们明白自己该做什么，我也亲手帮过不少人，对不对？咱们就想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你自己都做不到帮助别人，你还指望别人帮助你呢？你觉得这现实不？这本身就是个悖论嘛，对不对？面具人刚才说到了立场转变的问题啊，标题中咱们也提到了郭文贵先生了。很多人说郭文贵要完蛋了，郭文贵要被民主党消灭了，郭文贵要被川普制裁了，郭文贵不忠诚。网上甚至有人剪辑出来了郭文贵是骗子用这种话专门针对郭文贵确实呢，郭文贵他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自己打自己的脸，说的事儿呢大部分也都没兑现。面具人我也不认为郭文贵是个圣人，是个大好人，对不对他就是个典型的利益人、生意人，知道吗？但是呢，既然网上的人都在揭发郭文贵，都说郭文贵是垃圾、人渣、骗子，为啥郭文贵现在还能在美国政治圈有立足之地呢？他可以算是咱们华人反共人士当中唯一一个公开的可以深入美国政治圈的人，甚至呢有一定的力量撼动的人。那你们有没有想过，郭文贵为啥有这个能量呢？咱们再往前推其实郭文贵也帮了不少人，油管上这些好多的所谓的民运公知还都是沾了郭文贵的光了，对吧？找到了自己的一份养家糊口的饭碗，比如什么韩梅呀、郭宝胜呀、韦什希诺呀。虽然现在大家都反目成仇了，对吧？但是呢，事情的发生和存在性都是在那儿的，对不对？郭文贵永远不会跟拜登站在一起去，永远都不可能。我们今年2021年，我们一定会跟拜登总统的政府建立全面的灭共的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事情，我们到现在是唯一在全地球上我们不承认他的。不但如此，亨特·拜登的视频是郭文贵唯一一个坚决不拿下去。从现在起，对拜登总统、对他的家人绝对不能个人攻击。我们 GTV、G-News 上对过去的负面的东西都将移除。你们这帮孙子、这帮烂仔，你们不顾事实，竟然把我划成一个支持拜登派、否定川普派。咱现在密切和拜登政府合作呀，要你该死！你把王八蛋你搂到了极点。川普总统天天说我永远不放弃，永远不会妥协，永远不投降。他现在在哪儿呢？川普总统到现在是唯一一个。郭文贵说他是一个绝对灭共的英雄，是我们永远的朋友。把中南坑那几个杂毛给灭了，那是拜登总统最想干的事。你觉得川普总统要上来他有这劲儿吗？他永远没有。川普总统认为习近平不是他的敌人，共产党怎么消灭他的说法他还是需要慎重的。他怕习近平，他害怕共产党。你给我滚得越远越好，你根本不配当我郭文贵的战友，你给我吃我的屎你都不配，你滚得他妈越远越好。我们有120个战友，已经工作了将近半年的时间，都是为了川普总统在工作。我们花出了巨量的财富。2月15号开始试行上线，我们的新的平台就是为川普总统打造的。他和他全家和他的团队都期待着我们给他打造了这个平台。一定要无我。川普没想上干我们个毛事啊！你根本不配当我郭文贵的战友，你给我吃我的屎你都不配。什么手持钢叉的孕土这个烂仔我可以告诉你，你1分钱你都拿不到。我们会把你这个特务身份报给加拿大，报给美国政府。你来告我，你来告我你不告我你是孙子，就着那流氓嘴脸，动不动告我去你滚得他妈越远越好。
刚才给你们放的这段视频，你们已经可以看出来了，郭文贵在视频当中频频的打自己的脸，前言不搭后语的，对吧？说的话都没实现。咱们看完这个视频以后，就觉得郭文贵这个人十恶不赦，垃圾败类，是不是？其实呀，西方人他天生是自由思想，这种事儿啊，在西方很常见。你支持民主党，你支持共和党，你倒戈转换阵营是很正常的事儿。就算你的理由再多么的荒唐，人家也不会觉得很奇怪，人家只看你能做多少事儿。这个阵营的转换啊，和咱们中国人的门第之见是完全的不一样的。郭文贵就算昨天骂我民主党，但是呢，大选完了以后，我民主党现在是执政者，郭文贵识时务者为俊杰，第一个跳到我这边，并且呢，郭文贵可以有行动去打击报复之前伤害我的人，对我造谣的人。那我民主党为何要消灭郭文贵呢？让郭文贵去进行狗咬狗，去跟他们这些害我的人去斗，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既然他都毛遂自荐了，而恰好呢，郭文贵的行动力又强，灭贼行动天天去围攻别人家，这对美国的政客来说是有利用价值的呀，对不对？他郭文贵从共和党跳到民主党，从民主党跳到共和党，只要他有价值，别人的这些大佬不在乎他之前是什么阵营的，他只在乎你接下来能干啥事儿，懂了没？所以呢，郭文贵他只要有价值，他就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这就跟古代咱们看三国啊，为什么曹操的发展速度是最快的？曹操是三国里面最强的。按照咱们自己的逻辑来想啊，用敌军阵营的不管是谋士还是武将，这都是不安全的，对吧？可是呢，曹操就奇了怪了，曹操的核心谋士大将很多都是来自于敌营的，比方说郭嘉、荀彧、许攸、荀攸，对不对？这些人都是敌对阵营叛逃到他这边来的。那按照这个袁绍啊、袁术的想法，敌营的这些将领必须要杀掉、消灭掉。所以呢，袁术、袁绍败了，而曹操呢，他的曹营不断的吸纳人才，差点就连什么这个黄盖呀、庞统呀、关羽呀这些人，他们心底里面都私下写过文章，很佩服曹操的这个人格魅力，对不对？这就是说干大事的人他必须具备的格局。你看在美国啊，郭文贵这种人能存活下去，能存在下去，恰恰证明了自由世界的自然属性。你干什么事情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没人强迫你。就算是你被骗被坑，那你也是要自己给自己负责任的。你被骗了，你被坑了，你有本事去告他，对不对？说难听点，这些宗教包括共产党、郭文贵都没有拿刀抢你嘛。共产党可能真的是拿刀抢你了，拿枪逼你了。那郭文贵还有这些什么华人极端宗教，他没有拿刀逼你吧？他也不敢，对不对？你也不要怪别人说感觉好像谁把你强暴了一样，都是你自己做出的决定。所以说不要有那种巨婴思想。你说投资被骗了，那面具人我做生意我还亏过上百万呢，我也说我被骗了，我当时也很想不通。可是呢，我后来想通了，吃一堑长一智，我之前所有好的经历、坏的经历，才能造就我今天，对不对？谁把你骗了，你不要怪社会，冤有头债有主，你就行动起来。美国是自由的国家，不像中国，警察和骗子是一家的。可是呢，咱们反观某个华人的极端宗教团体，他和郭文贵还不一样，识时务者为俊杰。这种宗教团体啊，他是一路要把极端奉行到底，直到把这个气球窗户纸戳破，把美国一劈为二。他们就是一直忠君护主，到今天还在挑动美国的内战。郭文贵他追逐的是利益，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追逐的也是利益。可是这种极端宗教团体啊，
他追求的不但是利益，他们追求的是更深层的国际政治。大国之间的互相勾兑，他们都是有自己服务的主子的。这种人啊，这种团体啊，其实呢，不但对美国人是威胁，对中国人也是威胁。为啥呢？你们仔细观察，他们宣传的全部都是奴性，什么从一而终呀，宇宙万物大法呀，川普才是神选之人，宇宙万物的唯一。不听川普话的人，全部都要斗倒。你像现在的麦康奈尔、彭斯、麦卡锡，不仅要把他们斗倒，还要把他们的家人株连。那这不是文革作风，这是什么？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帮人干任何事情都是有巨大的利益可图。就是这些宗教团体的人啊，他们可比郭文贵还要贪心，你们知道吗？他们不但图钱，还图政治。为什么要图政治呢？因为政治能带来更多的钱，懂了没？这帮人干任何事情，那种贪啊，是你无法想象的。就像你无法想象到一个小小的县长能买100多套房子是一个概念。而且人家行动起来了，人家就在做这种事儿。你呢？你还坐在家里面让别人给你洗脑呢，看着别人给你描绘的可悲世界，是不是？你永远都活在别人的世界里面，你可悲不可悲？你还活得算是个人吗？哦，对了，郭文贵说自己洗国2021年的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军队武装组织，你们信不信这种事儿存在不？咱们在留言区继续讨论啊。